月入1万，到底能不能存到钱？中国统计数据显示，大量家庭月末账户余额接近于0，但中国却是储蓄率最高的国家。这不矛盾，而是中国家庭不得不面对的一套残酷逻辑。今天这条视频，我会带你认清3个真相。第一，1、2、3线城市同样的收入，为什么过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？第二，中国家庭的教育支出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显得格外突出？第三，中国超高储蓄率的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是什么？答案出乎很多人意料。看完这条视频，你对中国人如何花钱这件事会有一次真正的认知升级。我们现在开始。在拆解具体数字之前，我们先建立一个框架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来一直在稳步增长，但这是人均数字。落到一个3口之家，双职工的月家庭收入，不同城市之间差异极大，从7、8千到3、4万都是真实存在的。一个家庭的月度支出通常可以拆成6个主要类别。第一，住房，包括房贷或租金，这是大多数家庭最大的支出。第二，教育孩子的学费、课外辅导、才艺培训。第三，食物与日常消费，包括外卖、超市采购、餐厅消费。第四，交通出行，地铁、油费、打车。第五，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。第六，人情往来、婚礼红包、升学宴等。这6个类别加在一起，足以把一个家庭的收入消耗得所剩无几。但真正让事情复杂起来的是这6个类别在不同城市里的占比差异之大，让很多人想不到。我们来做个对比。假设2个家庭，家庭 A 在北京，家庭 B 在江西3线城市，双方家庭月收入都是1万元。家庭 A 北京，即使是租房，一套2居室的月租金通常要6000元起步。如果是买房还房贷，情况更严峻，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段专门讲。光是住的部分已经占去了收入的大半，剩下的钱要覆盖3口人的饮食、交通、孩子教育，月底几乎没有结余。家庭 B 3线城市，同样1万月收入，房贷可能只有2000，租房的话更低，日常食材、服务价格也比1线城市低，每个月可以有2000到3000的结余。所以如果只看绝对存款额，3线城市家庭在相同收入下，反而比北京家庭更容易攒到钱。但这里有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问题，3线城市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比例并不比北京低多少，因为教育焦虑是全国性的，不是1线城市专属现象。这就引出了今天第一个让人意外的真相。买房这件事儿，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，叫做6个钱包。意思是，当一对年轻夫妻要买房的时候，通常要同时动用男方父母、女方父母，甚至双方祖父母的存款，才能凑出首付。这6个人的钱包就是首付的来源。这不是段子，这是许多中国家庭买房的真实路径。以北京为例，郊区一套普通的2居室，总价通常也需要3、400万以上，3成首付将近100万。2个工作了几年的年轻人，没有家庭支持，单靠自己几乎不可能攒出这个数字。凑齐首付之后，每个月的按揭还款是另一座大山。以200多万的贷款金额，30年还款期为例，每月还款额通常在1万元到1万5之间。而北京一个双职工中等收入家庭，月收入合计大约在2万到3万之间。也就是说，房贷一项就占据了家庭月收入的4到5成。这个数字放到全球主要城市里，属于住房压力最高的梯队之一。然而，即使在这样的压力下，中国家庭在另一个地方的投入却丝毫没有减少。如果你问一个法国或者德国的家长，孩子课外教育每个月花多少钱，他们可能会说，偶尔报个兴趣班，100、200欧元。但在中国，很多城市中等收入的家庭给孩子报的辅导班、英语、数学、才艺培训，每个月的支出在2000到5000元之间，是非常普遍的情况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是一条清晰的竞争链。高考决定大学，大学决定工作，工作决定在大城市的立足机会。这条链条让教育在中国家庭的眼里不是消费，而是投资，而且是直接影响孩子一生的投资。隔壁家娃报5门课，你不报，成绩就落后，人人都报，成本越抬越高，最后全员内卷。这就是博弈论里的囚徒困境，所有人都累，但没人敢第一个停下。说完住房和教育，我们来看日常消费。经济学上有一个指标叫恩格尔系数，简单说就是实物支出占总消费的比例。这个数字越低，说明一个家庭或国家越富裕，因为有更多的钱可以用在实物以外的地方。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过去30年里大幅下降，城市家庭用于实物的支出占比现在大约在25%到30%左右，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
但是外卖文化的兴起带来了一个新问题，很多年轻家庭每周有3到4顿饭是通过外卖解决的，单价通常比自己做饭高出30%到50%，便利是有代价的。交通出行方面，随着私家车普及，油费、停车费、高速通行费也成了不可忽视的固定支出。但今天这条视频里，我想重点介绍一个很多外国人根本想不到的中国家庭支出类别，它经常出现在账单里，却从来不会出现在任何预算表上，叫做人情往来。在中国文化中，婚礼、升学宴、满月酒、乔迁宴等这些社交场合需要送礼金，金额从几百到几千不等，而且这套体系是有来有往的。你今天参加别人的婚礼送了2000，等你自己办喜事的时候，别人才会同等回礼。这不只是礼节，这是一套社会信用体系的运作方式。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，人情往来的年支出可能达到5000到2万元，折算到每个月是几百到1000多元的隐性固定开销。这笔钱不会出现在任何预算计划里，但它真实的从账户里流出去了。除了人情往来之外，还有一个支出在近年来快速增长，商业保险。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很广，但它主要解决的是看病不倾家荡产的问题，不覆盖全部费用。越来越多的家庭会为全家人购买重疾险和医疗险，一个3口之家的年保费可能在1万到3万元之间。这些支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防御，而这正是理解中国高储蓄率的关键。很多人以为中国人储蓄率高是因为节俭，存钱是老一辈人刻在基因里的习惯，但真实情况是，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结构性的被迫储蓄，而不仅仅是文化偏好。主要有4个原因。第一，养老压力。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虽然覆盖广，但对很多人来说，仅靠退休金安度晚年是不够的，每个人必须在工作期间为自己的老年储备额外资金。第二，医疗风险的不可预测性。一场大病，即便有医保，自费部分也可能是几十万，没有足够的存款，这种风险根本无法承受。第三，教育的持续投入。教育支出是刚性且持续升级的，父母需要持续流出专项资金。第四，买房的首付目标。年轻人要在大城市买房，必须经过多年的积累储蓄。这4个因素叠加起来，让中国家庭普遍感觉存款永远不够，不是不想消费，而是未来的大额支出永远悬在头顶，让人不敢停下存钱的脚步。用一个简单的比喻，中国家庭存的每一块钱都不是闲钱，而是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未来提前购买的保险单。这才是中国家庭账单背后最真实的运转逻辑。好，到这里，今天关于中国家庭账单的核心内容我们已经全部讲完了。让我用3句话来总结今天最重要的3个真相。第一，同样的收入，在不同城市过得完全是不同的生活，住房成本是决定性因素。1线城市的住房压力在全球都属于最高梯队。第二，中国家庭的教育支出远高于西方，不是因为非理性，而是一场所有人都知道很累，但没有人能单独退出的社会博弈。第三，中国的高储蓄率背后不是节俭文化，而是养老、医疗、教育、购房4重不确定性逼出来的防御性储蓄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聊一聊，你觉得中国家庭最沉重的支出是哪一项？是房贷、教育、人情，还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感？在评论区说出你最真实的一条账单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用数据和逻辑来解读社会现象的内容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会持续更新更多关于现代中国的社会科普和冷知识。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